面对校园霸凌不敢反抗的受害者，要用拳头打成江北黑道帝王的逆袭神话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热血格斗漫画《任务主义至上》。男主金秀贤是校园里最典型的霸凌受害者，长期的欺辱让他养成了卑躬屈膝的性格，被打不敢还手，被骂不敢还口，习惯性向所有人低头道歉，活得像个没有尊严的影子。日复一日的折磨令金秀贤彻底丧失了对校园生活的希望，满心只剩绝望的他甚至做好了退学的打算。然而就在金秀贤濒临崩溃之际，冰冷的系统面板突然浮现在眼前，打破了他死水般的绝望人生。只要完成系统指定任务，即可解锁不同等级的卡牌，从而获得各种不同类型的强化，其中有能提高身高、矫正视力的消耗型卡牌，更有能瞬间学会拳击、散打、巴西柔术、武术等各种战斗型卡牌。这时手无缚鸡之力的金秀贤逐渐成长到拥有反抗的力量，只要完成任务，力量就会源源不断涌入体内，这是属于金秀贤对抗黑暗、夺回尊严的唯一武器。凭借系统的加持，金秀贤的人生开始了颠覆性反转，他不再忍气吞声，而是开始挥拳反击，将常年欺压他的校霸狠狠打倒在地，用拳头砸碎了自己身上的枷锁。他不再孤身一人，凭借实力和义气收拢了同样被霸凌、渴望庇护的伙伴，在校园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，成为无人敢惹的校园新王者。而他的崛起也彻底打破了江北地区各大高校的势力平衡，金秀贤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高校间暗流涌动的争斗，黑道势力的地盘博弈。这部漫画最难得的是，在爽感拉满的格斗剧情之外，深挖了现实的伤疤与人性的复杂。金秀贤的第一个系统任务并非打架复仇，而是向一直默默关心他却被他忽视的妈妈道歉。长期被霸凌的金秀贤把所有的委屈和懦弱藏在心底，习惯性对外人低头的他，却无意间用任性和逃避伤害了最在意自己的母亲。这个任务瞬间戳中了现实中霸凌受害者的家庭困境，他们在外面受尽折磨，却不愿让家人担心，最终在沉默中疏远了最亲的人。漫画中的配角也绝非工具人，每个角色都背负着不为人知的过往，鲜活又真实。就连看似蛮横无理的女校霸，也曾是霸凌的受害者。她混迹在不良群体中，并非喜欢暴力，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能抵御欺负的保护伞。她外冷内热的性格背后，是藏不住的恐惧与无助。而金秀贤即便拥有轻松就能获得力量的系统，却也并未完全沦为系统的傀儡。他深知力量的本质是自身的强大，因此即便有卡牌加持，金秀贤也长时间保持高强度锻炼，用汗水夯实系统赋予的力量。这份清醒与自律让他的逆袭更具说服力。虽然部分观众认为任务主义至上存在剧情套娃、角色成长模式重复的小瑕疵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一部顶级爽漫。漫画全程高能无尿点，每一章都有酣畅淋漓的硬核格斗、卷卷刀入的打斗画面、势均力敌的巅峰对决、以弱胜强的逆风翻盘，每一幕都能点燃读者的热血。从校园霸凌的现实痛点，到少年守护伙伴反抗黑暗的义气，再到底层弱者打破命运枷锁的抗争，他用最热血的方式讲述了最戳心的成长故事。从被霸凌到想退学的窝囊废，到称霸校园的王者，再到横扫江北一统黑道的地下帝王，金秀贤用一个个任务一拳拳奋斗，完成了从尘埃到巅峰的传奇逆袭。任务主义至上不仅是一部爽漫，更是一首献给所有被欺负、被轻视者的反抗战歌。这部漫画最值得称赞的无疑是它的画风，其中每个角色都帅的各有其特点，不仅画面线条硬朗凌厉，人物肌肉与动态张力更是拉满，打斗场面更是拳拳到肉，招招见血，情绪爆发时的画面张力直接拉满，让读者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热血与狠劲。任务至上主义作为韩国漫画家泰完的出道作，上线至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在抖音上也有高达7小时全集解说，绝对是近年来值得一看的爽漫佳作。